这个钢琴师可真会玩，明明是个正常人，却要装成瞎子，因为这样他就能正大光明的偷窥。有人在家不穿裤子，有人不喜欢穿上衣，甚至有人一丝不挂。在他装瞎的这段日子里，体会到了所有人体会不到的乐趣。为了可以装得更像，男人会在家里戴上眼罩反复练习，这样就会装得更像一些。殊不知就是这个特殊的癖好，会让他掉进万丈深渊。男人叫阿丽，这天他受邀来到富豪家演奏，可开门的却是富豪的老婆。奇怪的是，女人并不想让他进屋，可阿丽执意说自己收钱就得办事。就在二人争执时，对门的邻居突然打开门，为了减少误会，西米只好让他进来。女人将他搀扶到钢琴旁，然后打电话给丈夫，告诉阿丽富豪马上回来。接着阿丽开始深情演奏，可突然卧室转角的一幕把她吓懵了，一滩血迹旁竟然躺着一具尸体。为了不暴露，阿丽强装镇定，然后说自己想上厕所，可他却没想到此时杀手就躲在厕所里。好在他平日里练习的较多，所以才没有露出破绽。在返回的路上，阿丽明白了一切，这个死者正是雇主富豪。今天本是西米的生日，富豪早早下班回家，准备给他一个惊喜，不料却在开门后看到这一幕。 Surprise！ 好家伙，这简直是喜从天降！回到座位上，阿丽继续弹奏，精湛的演技并没有引起女人的怀疑。在钢琴声的掩护下，二人开始处理尸体，甚至为了骗过阿丽，女人还拿起话筒播放了丈夫的声音。在亲眼目睹凶杀案并逃生后，阿丽急忙来到警局报案。她告诉警官自己看到了一起谋杀案，可就在这时，警长走了出来。阿丽一看，这不就是厕所里的杀手拉登吗？见情况不妙，阿丽立马改口说是自己家的猫被杀了。可拉登并不是那么好骗的，于是决定亲自送阿丽回家，看看他究竟是不是真瞎。刚进门，拉登就开始四处查看。他趁着警长转身的瞬间，立马将自己的眼镜盒藏起来。拉登又使出小李飞刀测试阿丽，好在这时走失的猫咪及时出现，才让男主再次蒙混过关。可就在葬礼上，邻居老太告诉警察，那天他看到还有一个壮汉也进了富豪家，而那个壮汉有可能就是凶手。老太的话让警察意识到问题。葬礼结束后，富豪的女儿找到阿丽，说自己想和他学习钢琴。为了不露出马脚，阿丽只好答应了他。可是当他再次来到富豪家时，门口的一幕把他吓傻了。这个女人可真歹毒，邻居见她不舒服上前搀扶，结果下一秒她就将老太推下楼去。而这一幕正好被出电梯的阿丽看到，为了活命她只能继续装瞎。但此时西米已经对她起了疑心，于是就跟着阿丽来到家里，试探一下她究竟能不能看到。刚到家中就给阿丽吃了点心，然后又趁着阿丽倒水的功夫戴上死神面具吓唬她。不过这对训练有素的阿丽来说不足挂齿。接着又当面给阿丽下药，然后盯着阿丽看她会不会喝下去。阿丽也不傻，当然不会喝下去，于是假装起身碰倒水杯。这时西米立马掏出手枪，阿丽见瞒不住了，摘下眼镜立马说出实情，随即向西米保证自己会守口如瓶，并说过几天就要离开这里，到时候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些事。看着西米的情绪有所放松，阿丽以为富婆会放过自己，可当她坐下不久就开始头晕难受。原来西米刚进门给她吃的点心里有毒。阿丽跑进厕所想将东西吐出，可为时已晚，很快她就晕倒在地。恰巧这时女友苏菲来找她，可开门的却是富豪太太。这下苏菲懵了，看到这种场景，她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。西米还不断的解释，他是来帮阿丽修下水管的。听完后，苏菲直接气愤的离开。当阿丽再次醒来时，她彻底懵了，这下她真的变成瞎子了。他赶紧用清水冲洗，但都已无济于事。他质问富婆对他做了什么，并要求女人带他去医院，不然就把自己看到的都说出去。富婆却很淡定，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瞎子的指证，毕竟他什么都看不到。这下真的是把自己玩进去了。可危险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夜晚，拉登突然出现在家里，然后用绳子将他紧紧勒住，看来这下是要杀人灭口。就在混乱中，阿丽拿起桌上的刀，将身后的拉登打倒后才逃了出去。可此时的阿丽什么都看不到，走在马路上差点被撞到，好不容易走在路牙上，还一头撞上了电线杆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手术台上。这个男人要做眼睛手术，结果这时主刀医生接了个电话，就2个腰子的价格与对方起了争执。病床上的阿丽听后感觉不对劲，原来就在昨天晕倒后，他被这几个人贩子拉了回来，而他们并不是要救他，而是取走他的腰子去卖钱。这下阿丽不干了，3人立马将他按住。慌乱中，阿丽对他们说，只要将自己放了就帮他们拿到1000万。医生一听立马停下手术，毕竟1000万可比2腰子值钱。接着阿丽将他的计划告诉了大家，他打电话将富婆约了出来，毕竟西米早想解决他，所以很爽快的就应约了。走到半路时，他们的车子被一辆出租车拦住去路。与此同时，阿丽出手了，他用迷药瞬间将西米迷晕。晚上他又给拉登打电话叫他拿钱来赎人，不然的话就将他们的丑事公之于众。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人贩子不讲武德，他们为了独吞赎金，把阿丽牢牢地绑了起来。他和西米被关在了一起，为了逃出去，2人只能合作。另一边，拉登拿着钱赶来，按照电话里的要求将钱放进电梯。拉登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徒步上楼将对方一枪放倒。在得知他还有同伙后，拉登急忙乘坐电梯下楼，却不料此时地下室的女人切断了电源。情急之下，他朝着电梯门开了一枪，结果
就这样，拉登自己把自己给崩了。而阿里和西敏通过合作解开了绳子，却不料富伯依旧贼心不死，朝着阿里就大打出手。闻声赶来的医生也被西米打倒，多亏阿里及时出现，二人合力才将女人制服，随后将西米放进后备箱准备离开。路上，医生告诉阿里，西米的血型是珍贵的熊猫血，所以有人出价1个亿买它，而剩下的眼角膜也能让阿里重见光明。可走着走着，后备箱传来动静，估计是女人醒来了。医生下车准备给她打1针，让她继续睡觉，结果医生被西米反杀。接着汽车继续行驶起来，开车的正是富伯西米。此时阿里以为还是医生，所以不停地给女人求情，让她不要伤害女人，将她放走。也许是被阿里的话感动，西米听完后决定放她一条生路。可开出一段距离后，西米后悔，他挂上5大猛踩油门，却在即将撞上阿里时，一只野兔撞向了玻璃。西米受到惊吓，车子失去控制，最后车毁人亡。电影到此结束。因为自己的一丝欲望，最终毁掉了终身。所以说人在做天在看，做了坏事都会受到惩罚的。